33岁算不算大龄剩女呢？当然算哈，你也别不服气。你说你学历高，你想找个学历高的男生应该不过分。你说你长得漂亮，那找个男生就得长得帅啊，这个是不是也不过分？你说你的收入高啊，有房有车，那找个同样收入也高啊，有房有车的男生是不是也没有毛病？对不起哈，有毛病。这个就是你为什么成了大龄剩女的原因，因为你既要又要还要，综合条件这样好的男生，他缺女孩子嫁吗？他能找你33岁的，也能找一个23岁的，那人家为啥要找你呀？所以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你们知道为什么有的姑娘人家就能嫁得很好吗？因为人家懂得取舍。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挑男人的时候只挑一两样。比如说哈，有的姑娘她就想找个有钱的，那她就只挑有钱的。至于说这个男人的身高啊、长相啊、学历啊、婚况啊、年龄啊，她就完全可以不去看的。还有就是有的女孩子哈，她就喜欢学历高的，那只要这个男孩子的学历高，其他的情况她就可以不太考虑了。比如说这个男孩子原生家庭不怎么样哈，身高长相也不怎么样啊，有没有钱也不太在意的啊。还有的女孩子呢，只喜欢那种脾气好、性格好的啊，然后呢，那这个男孩子有没有钱、身高长相啊，她也可以不在意的。还有的女孩哈，就不喜欢长得帅的，那只要这个男孩子他足够帅，其他的短板他也是可以无限度的去包容的。所以呢，人家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呀。像咱们这种哈，什么身高、长相、学历、年龄，包括这个物质要求、精神需求，样样都要的，那真的就有点难了啊。再加上你已经33岁了，那基本上啊，你不降低要求，这个是很难嫁出去的。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咱们到评论区八卦八卦。最近有一位男生哈，居然跟我说啊，现在最省钱的方式就是不追女生，不谈恋爱，甚至不结婚不生子。他说自己今年31岁了啊，也有个20多万的存款，这都是3年来不谈恋爱省下来的。以前他每相一次亲啊，都挺大方的，吃饭、看电影、买礼物从不吝啬，约一次会呢花上千的钱啊，还是很平常的事儿。谈3个月花好几万，后来他发现姑娘们花他的钱花的啊挺理所当然的，人家1分钱都不掏，这恋爱呢谈的是不温不火的哈，最后呢还不一定能谈得成，花了钱了人还没追到哈，竹篮打水一场空啊，何必呢？所以说呢，没钱就别谈恋爱，谈不起。就我那3瓜2枣的哈，根本不够人家造的。有一回呢，他认识了一个还在上大学的小姑娘，本以为这个姑娘年龄小，也没有什么经历哈，没经历过什么事儿，估计呢挺单纯的，也不物质。结果啊，接触没有多久啊，这姑娘就开始问他要钱了，还让他请吃大餐哈，买名牌的衣服包包啊，不给他花点钱，哎，人家就说他没诚意啊，不给他买东西呢，就说他想白嫖。每次见面都要买东西啊，这谁扛得住啊？他说哈，现在追一个女生见一次面最少都得花500-600吧，那见好几次不得花好几千吗？各种节日生日还要让我给他们啊买礼物送红包，如果这个钱呀他花了，对方能给他个积极主动的反馈，那这钱花的也值了，最起码还能看到点希望嘛。主要的是哈，他追一个矜持，追一个慢热，追一个不合适，这不就等于在告诉他还要继续往里边砸钱吗？但是还不知道最后有没有戏，对吧？所以他说现在啊，他不想当这个大冤种了啊，爱谁谁。男生女生们怎么看这件事的呢？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吧。妈呀，90年的女生啊，就说自己不想结婚了，急得她妈妈一个劲儿的啊求我啊帮帮她女儿。今天一位家长带着女儿来找我，一看这位母亲就很焦虑，她坐下来就一直在跟我说她女儿的情况。90年的，之前也谈过恋爱没成功，后来就来相亲，家里亲戚朋友给介绍了不少，就是没有相成的，要么就是他看不上人家，要么就是人家看不上他。后来呢还勉强的接触了一个，他还是说啊没啥感觉，也不想再继续接触下去了。哎呀，这不实在没辙了吗？才想着啊带他来这看看。结果呀，他女儿啊不太给母亲面子啊，他说了一番话啊，我也是很无语了啊。他说啊，我其实已经不太想考虑结婚啊这件事情了，过完生日我都34岁了，老家说的话啊，虚岁都35了，目前工作还辞了，我还要重新找工作，我没有那个精力和时间去找对象谈恋爱。再说了，我这把年龄了我也知道自己找不到什么特别好的，目前最有可能的顶多是自己要个孩子，可是就我现在啊也算高龄产妇了吧，之前我也想过要嫁人，
我做到了会持家，会照顾人，会包容理解和同理心，我也不物质，对他也很好，但是我还是被分手了。我一直在努力的工作就想证明给那个人看看我不比别人差，但是呢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那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很多，因为我会自我怀疑，我甚至疯狂的打压过我自己，我会觉得自己为什么这么差劲，为什么就是不能变得很好。而且我经常会在心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为什么无论你多么努力都不一定会被人认可。我做到了那么多，不管你多么会持家，多么贤惠懂事，你都不会有多少价值的会被认定你是个失败的人，是一个没有追求的人。也许我真的很差劲，我知道我也没做错什么，可能他的离开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而是他不再需要我了吧。现在的这个社会对一个人的价值的评价就是你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你到底能赚多少钱。我现在觉得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我就想做我自己了，我就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自己。我喜欢睡懒觉我就睡懒觉，我不想做饭我就不做饭，我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我现在只想做个心安理得的废物不行吗？没什么不好我跟他妈妈听完了他这番话我们都沉默了。其实我还是有点能理解他的，你们说对吗？现在的年轻人找对象真的是谁也看不上谁谁也不服谁都觉得自己呢是 No.1 他们各自对对方的要求还很多，彼此还不能达成共识你们就看现在的单身男女真的满地都是，但是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单着呢？他们是真的找不到吗？真的不是，主要的问题是现在的男女想法很对立，好多的问题根本聊不到一块去，还三观相合呢。我看他们三观都不住在一个星球上你比如说男生现在他不愿意追求女生，因为追求就代表着要请客要吃饭要送礼要发红包要转账，还要跪舔要讨好。大家都是爹生娘养的，都是父母疼大的，凭什么我就得那么惯着你而且现在追求女生的成本也很高现在男生都会算账了如果追一个女生需要3个月，平均1个月要花1万块钱的话，那就是3万了，一年下来10几20万，没准最后都没戏那这些钱不是都打水漂了吗？所以说男生为了降低他的损失他只会越花越少，甚至他不花了。这个就是为啥男生现在谈恋爱变抠了。他们说能处就处不能处就拉倒了，反正我这辈子只给3个人花钱，我妈我老婆和我女儿。这话真的没毛病。如今追女生都变成了一场风险极大的投资，可能亏得一塌糊涂。总有一些倒霉的男人他约了很多女人，最后都没成。可是呢，约会见面吃饭送礼这些钱全部都是他在承担那你们说这种亏本的买卖还有谁愿意干呢？但是女生的想法可就不一样了女生想的是，你追求我的时候不得拿点诚意出来吗？我不需要你那些虚情假意的嘘寒问暖早安晚安的，那都是渣男。我也不需要你给我画大饼嘴上说的再好听，也不如你拿点实际行动出来。如果刚认识你的时候你都那么小气，那以后结了婚那是不是更抠门这种小气的男人，我别说跟你结婚了，就连跟你谈恋爱的机会我都不给。舍不得给我花钱的男人，那说明他不爱我，那我还跟他交往什么呀？对吧？说白了就是得给他们花钱才行得通。还有吧，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女生总是想咱能不能多聊聊天找找感觉再出来见面吧，这天都还没有聊好见什么面呀？那男人想的可不是男人觉得那面都不见还聊什么天呀？哪有那么多天好聊聊啥呀？还有关于那件事情女生想的是，你啥都还没有对我付出你还想碰我想白嫖没门儿。就算你付出了一点，那我也得看你诚意有没有到位。就女生她有一种纯属是交易的感觉了。但是男生想的是我饭我也请你吃了礼物我也给你买了，转账你也收了，怎么碰一下都不行总之我真的见过那种花了不少钱最后连女生的手都没碰到一下的男生，最后女生都说不合适所以呢现在基本上没有男生愿意去追女生了。大家都应该知道爱情其实它是双向奔赴的，互相看得上就接触，看不上就拉倒。你别用那些慢热仪式感什么礼物这些东西为理由让男生一味的去为你付出，这个真的不叫爱，这个只是在索取嘛。你们到底弄明白了没有呢？觉得我说的对了给个小心心再走近些年老年相亲活动非常的火爆故事也很多。听说呢阿姨大婶们都很积极主动来参加的大哥大叔们呢也不落后，但是看上去貌似非常的热闹，真正能成的却没有几对
阿姨大婶们啊，都希望再度找到一个值得依靠的大叔啊，大叔大爷们呢，也都想再度找到一个贤惠温柔的老伴儿哈，过下半生。说实话，人的年龄大了，奢求就没有那么多了，两个人的感情和关系应该是更简单一些了，彼此呢都有各自的孩子，孩子呢也基本上都独立了，没那么依赖父母了，大部分的人也都有退休金，而物质方面彼此都不会很匮乏。其实说起来，年纪大了呀，就是找个老伴儿嘛，也不用再生孩子了，对吧？也基本不用伺候老人，那你俩就好好享受生活呗，彼此关心照顾啊，嘘寒问暖。虽然呢不一定还能有年轻人的那种轰轰烈烈，但是呢也能守个细水长流，岁月静好啊，这不也是很完美的画卷吗？哎呀，但是可惜啊，我看到呀太多案例都不是这样的。王姐退休都好几年了啊，差不多快60了。经过朋友呢介绍认识了65岁的刘先生，两人呢第一次见面呢还聊得挺好的啊，吃饭逛街，刘先生呢也很照顾女士。可是到了第2次呢，这位刘先生啊就跟王姐说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啊，他的经济条件是很好的，所以呢他认为王姐如果跟他结婚呢，就可以搬到他家里去住。因为王姐的退休金比较少，所以他说王姐自己的退休金啊就存起来啊，自己花就好了，家里的开支呢就由他来啊，王姐呢就负责洗洗衣服做做饭哈，收拾收拾屋子呀啊，如果还能有空呢去帮儿子儿媳呢做做家务，打扫打扫也行啊，接送一下孙子上学放学。他说孩子们平时工作太忙了啊，到时候呢他们周末可能还会带孙子回来吃饭什么的，希望王姐呢能做一桌子菜哈，能施展一下厨艺。儿媳妇呢是在减肥嘛，所以不能吃的太油了啊，孙子呢又太小了，也不能吃辣的。我自己呢平时喜欢打打牌钓钓鱼，晚上呢你就陪我散散步说说话什么的就行了，就这么简单。结果王姐一听啊，内心就炸锅了啊，她说那你不如啊请个保姆吧，那家务做的一定比我要专业多了啊，人家还不会发脾气，什么都听你的，多好啊。这位刘先生啊立马就说啊，保姆怎么能跟你比呢，咱们结婚了就是一家人了呀，作为妻子这些不都是分内的事儿了吗？可是王姐说哈，那这么着吧，结婚前你给我多少彩礼呢？刘先生说，哎呀，咱们都这把年纪了，还谈什么彩礼呀？刘姐就更不高兴了啊，她就问刘先生说，那你每个月能给我多少零花呢？这个刘先生啊，这回真的有点急了啊，就说原来你是这么个庸俗的人呐，没看出来，那看来咱俩是不太合适，算了吧。这个时候刘姐也没客气哈，她直接就说我们当然不合适啊，我是来找老伴儿的啊，不是来应聘保姆的。我看你啊不是来找老伴儿的，你就是想找个免费的保姆。你们看看啊，他们啊都是这么想的，那还怎么找老伴儿呀？啊，都担着自己过吧啊！大家觉得他们谁对谁错呢？我想给大家说一说啊，怎么正确的去相亲。就有些女生啊，对于相亲她真的是有极大的误解的啊，整个认知真的是错的。首先第一点啊，相亲呢不是来找感觉的，是两个人都看对了眼了啊，都往一个方向去努力，而不是说相亲是给男生提供一个认识你、追求你的机会，然后呢还要跑一遍恋爱流程啊。相亲的目的是为了结婚，而不是让他去讨你欢心、追你，然后谈恋爱啊。这个不是正确的相亲规则。很多的女生啊就觉得相亲，你不得追我一下吗？你不是相中我了吗？就不应该追一追吗？然后你们建立感情、培养感情这个过程当中，看彼此合不合适，如果合适的话，就会往下一步的关系去推进，对吧？去确定关系，去结婚。所以啊，姑娘们别太矫情了啊，别觉得就是我过来就是给你一个追我的机会，还真的不是。如果你非要给他增加难度的话，这个男生肯定就下一个了。然后第二点，相亲不用一面定生死，尽量给对方一点机会啊。那么在这个中间的话，我们排除一些极端的案例，比如说啊，这个男生是个奇葩，上来就动手动脚的，或者说呢推销产品什么的等等这些。那除了这些奇葩的相亲男之外呢，比如说啊，有一些可能不能忍受的小细节上的问题啊，让你不舒服啊，或者第一印象比较差呀，或者说话呢不太投机啊。然后呢，男生呢哪句话没说到你心坎上啊，哪句话踩到你的雷了，或者说两个人聊着聊着就相互输出价值观了啊，开始掰扯起来了，甚至是上升到了三观问题了啊。那然后呢，你觉得这个人就可以 pass 了
这种呢就是下判断太早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第一印象它确实很重要，但是它并不绝对啊。很多男生真的是啊，他没有被培训过啊，他真的不知道怎么聊天，因为他首先不了解你，你们呢是陌生的朋友，想第一面就留个好印象特别难。你想第一印象就能有一个特别好的啊，能够出现一个灵魂伴侣，那这个概率实在太小了呀。要知道这个感情的培养它是一个过程，就没有那种天生对这个相亲第一次见面就拿捏得特别好的人。第一次见面的意义就是互相了解，为了促进第二次见面。所以呢，大家不要太关注那些小细节啊。如果整体上你觉得这个人人格上啊、性格上啊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条件呢也合适，能够继续见面，那你最起码要给这个男生几次机会的。那么有些女生其实真的是啊很苛刻的，她觉得见第一面这个男生没有感觉，她就不会再见了。说实话哈，如果这样的相亲的话啊，不是说不给男生机会，你是在不给自己机会，明白吗？你真的是亲手在断送自己多次的姻缘。第三点啊，就是多给男生一些正向的反馈。如果说你相中了这个人的话啊，你千万不要啊，哎呀我纹丝不动，我等着男生完全主动，等他来追我，千万不要啊。你要给男生一点信息，就是说你觉得他也不错啊，你愿意以结婚为前提呢跟他继续交往的。那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男生呢前期送你一个礼物啊，或者说呢他精心的去安排你们的约会啊，去非常高档的餐厅，你呢也要懂得回馈的，时不时呢主动给男生发个信息啊，主动去约男生啊，也给男生准备一个小的贴心礼物啊，对吧？那完了呢，你再给男生一点信心嘛啊，那我想说的啊，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就是来到相亲市场的男生，如果你看上了他的条件，那么这个男生他对于追女生啊沟通方面他肯定是欠缺的，不然他这种条件他早就结婚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相亲当中这种条件好的男生啊，他其实要求是特别高的，就是因为他不懂女生啊，就是他不知道怎么跟女生聊天啊，就条件也不错的女生也有流入到相亲市场的啊，他们可能也是因为啊社交圈太小呀，啊真的不太懂怎么跟男生相处啊。有一个女生就这样啊，她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啊，跟男生相处整个就是在靠幻想啊，靠电视剧里的情节啊，靠那些毒鸡汤的支撑，这个太吓人了啊！没有男生说话能说到你的心坎里啊，他做事能做到你的心坎里的，他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虫啊，有那么了解你吗？啊，那这种类型的小公主啊，真的啊，你要提升一下情感方面的认知。对于相亲有任何问题的，比如说相亲怎么穿、怎么聊、怎么选约会的地方、怎么推进关系，我可以来教大家啊，如何高效的去相亲，而不是无效的去相亲，太浪费时间了。按照你们那个相亲方式啊，你就相100个都找不到老公，明白吗？你为什么一直都是单身嘛？啊，都说哈，男的大龄单身一般都是因为他穷，而女人呢大龄单身啊，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啊，你们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有一个87年的女生哈，她跟我吐槽她这几年的相亲经历嘛，啊，真的也是没谁了啊。她说呢，这几年她相了不下几十个男生了，要么呢就是人选不合适啊，我看不上他，他也看不上我啊，还有呢，有的人还给她介绍离异带娃的，她觉得呀，一结婚就有个娃了哈，这也太离谱了。要不呢就是相处方式啊很另类，根本接受不了。总之呢，没有什么正常人啊。我让他举几个例子给我啊，我给他分析分析。结果他说呢，比如说有一次哈，有一个男生呢，第一次见面啊，都已经走到跟前了哈，还拿着个手机各种在那儿对比哈。最后呢，我都已经把他认出来了，他还没把我认出来。然后人家还来了一句，哎，你这个照片是 P 过的吧？都没敢跟你打招呼啊，我怕叫错人了哈。我这一听啊，这话真的是多让人下头啊。还有一次啊，有一个男生出来见面连杯奶茶都舍不得买呀，还别说请我吃饭了，就让我直接去公园里找他。见到人了之后他呢就带着我在公园里快走了好多圈。他说呢，这是顺便锻炼个身体。哎呀，我当时就在想你这是到公园锻炼身体，顺便相个亲吧？哼！当时我还穿了一个几厘米的小高跟鞋我就连走带跑的跟他走了好几圈气喘吁吁的呀，顺带着聊了一下彼此的情况。你说这情景是不是跟周星驰的电影情节都差不多了呀？当时没把我给累死了，回家发现脚都肿了。
后来呢，还有一位啊，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嘛，我就觉得不太合适啊，也不太喜欢啊，我就说我们不接触了吧。结果呢，没有过2天啊，这个男的就把这2个月所有的花销都记在账上了啊，让我跟他 AA 分账。还有啊，他送我的礼物啊，一并要还给他。我当时真的有点气都不打一处来了，这还算不算个男人呢？有没有点气度啊？难怪他脱不了单呢，找不到女朋友呢，这不是活该单身吗？那我就问他了啊，那你知道为什么自己也单到了现在吗？你找过自己的问题吗？我就跟他说啊，其实这几个男生的表现呀，也并不奇葩，你不觉得你自己也有些问题吗？首先你说你把你那个照片都 P 成那样了，人家呀认不出来了，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这个其实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是吗？因为他是个直男嘛，所以自然就脱口而出了嘛。其实这样的男生他也没有什么心眼人应该是不错的，就这一句话呀，你都不会选他了，对吧？第二个男生呢，之所以他很随意的跟你去见面是有他的问题，但是你也应该事先问好，到底是到哪儿约会具体咱们是什么形式等等嘛。你都30多岁的人了如果你知道是去公园，你为啥要穿个高跟鞋呢？这个呀，你也不能全怪对方的，对吗？这个基本常识嘛，好不好？第三个男生呢，我觉得虽然他有点过激了，但是也不是不能理解的。我们要想一想一个30多岁的男人应该没少相亲的，他们男人这个恋爱成本确实挺高的，现在最后他越往后相亲他越不想花了，不成的话，大笔的钱他肯定是要想要回来的呀，他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所以呢，也是能理解的。但是你的问题就是，你都理解不了他们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咱们真的还是要多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的。大家说对吗？